我们现在来看这部从桃园来的 W126的300SEL，它的火花是有问题的。你看，大哥已经把这个火花调到这个间隙这个火花的间隙已经调到我们看到是 S 的右侧的那条线还要再进来。那如果说大哥把间隙调高的时候呢，调远一点距离调大的时候，你看会变成火花就断掉了。我们来看看大哥现在开始在调整火花间隙，已经不跳了，到这个地方已经几乎都不跳了。现在几乎都不跳了大哥再把它转进去。再转到这个距离还是不跳，再进来，断续续，已经它没有连续了到大概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火花才跳。我们来看看这个距离在多少。这个距离已经 S 右侧的白线，左侧的白线还在进来。那如果大哥把距离再把它拉开，你再看看状况是怎么样。几乎不跳了这距离不跳了。我们来看检查一下，已经不跳了所以现在大哥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个点火系统的问题还没有办法克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标准的火花大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火花测试器。那我们看到这个火花目前它是大概在 S 这个地方的距离我现在大哥把这个螺丝往后把退螺丝，然后让这个火花变长，看它到底在哪一个距离的时候，距离多大的时候，它就会有火花不连续或者间断的状况发生。那这个是来测试我们的火花的大小大小。当然，这个跟我们的点火放大器跟高压线圈是有绝对关系的。那因为火花不太小的话，就会造成启动困难火花不够大混合比的汽油没有办法完全燃烧，那车子就造成耗油我们大哥现在再把它往外退看它火花到什么阶段，它就会断续续，没有办法每一下都跳过去现在就大概我们看到它有断续续了代表它已经不是很正常的工作，火花没有每一下都跳过去目前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最右边这个白线这个距离了它已经有一下，并没有很连续，每一次都跳得过去。这个是它极限值。OK， 大哥现在把它转回去，我们来看到它的极限值在哪里以目前的这一组高压线目前我们看到它是几乎是每一下都有跳得过去。我们从声音就可以听得出来那再往进，那我再缩短距离，当然是更没有问题它每一下的都有跳得过去大哥再往外转把距离拉长，我们就会看到这已经断续续了，并没有每一下没有这个是并没有每一下都跳得过去，这个距离已经超过我们右边这个白线这边这个白线的外侧的右侧了这代表它的极限值已经超过它极限值我们再转回去，把距离缩短现在几乎是每一下都跳过去了这个代表我们这组引擎它的整组火花的状况当然我们整个运作的火花是怎么来的呢？
从起着感知器的讯号传给点火放大器，所谓的黑豆干啊，把讯号放大成大电流之后，再经由高压线圈由低压变成高压，大概在2万伏特、25000伏特左右。那以大哥的标准，每一部车子至少一定要达到这个距离，也就是说这个白线这个应该讲说 S 的右侧这条线至少要达到这个标准。那当然，我们看以这组这组点火系统，它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标准极限值是在1的右侧这个白线的外侧的外面所以这个是检测我们高压线，检测整个点火系统的这个状况这部从桃园来的 W126的300 SEL， 我们高压线火花太小的问题，我们现在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它这个车主改装的这个所谓美国的 Marelli 的加强的高压线组它火花太小了，出现问题。那大哥已经把它换回原厂的高压线所以整个火花就正常了。我们现在看到因为现在是白天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听得到它火花跳动的声音现在大概是在 S 的位置它还是能够持续的跳。那我们在故障的时候看到它必须要转到很前面它必须要转到这个距离，它火花还是不跳。那现在呢，大哥把它调到大概在 S 这个位置这是最低要求大概在2公分，这最低要求，一定要它每一下都能够跳得过去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在高压线，所以高压线圈，所以我们今天要车子好，其实用原厂的高压线，火花够就行了。你如果火花再大，它马力也不会增加，反而会增加火星上的磨损。那今天我们换上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希望车子好，但是我们希望求证它到底效果好还是不好，出来了没有？有没有我们花这个钱有没有这个价值？其实从这里面我们就得到这个教训，还是原厂的好，火花够就行了。火花再大，只有缺点没有优点，马力也不会增加。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高压线圈的状况这个是高压线圈的测试器。OK， 大哥把它就在第一缸，我们看第一缸的时候，我们看它的数值电压是13000多伏，转速690到700之间。OK， 第二缸我们看接下来第二缸电压大概在13000、14000伏左右，转速680、690。第三缸，我们看第三缸的话，电压大概在130、12000左右它的燃烧时间是2.2毫秒，微秒，m second 应该是微秒，转速690。我们来看，高压线圈出来的这条高压线的数据，转速当然比较高，它乘以8嘛，电压13000、12000，燃烧时间2.2毫秒，代表我们这颗引擎的高压线的点火系统是完全健康的。好，今天这个大哥的报告到此。